大家好，我係 Micky。政府喺2月底全面撤辣之後，一二手交投顯著升溫，樓市一度步入咗亢奮期。不過維持力度就爭咁啲啦。4月已經明顯放緩，或者係睇到撤辣嘅刺激作用逐漸減退，發展商都放慢咗推盤步伐。5月就只係得2個嘅全新盤開售，分別係資本策略嘅佐敦高林同埋新地嘅元朗道1號 Hub 2。縱然有英軍同埋港鐵合作嘅何文田站朗怡峰加持，進駐咗大概271伙，但係5月份一手成交量亦都只係得1400幾宗，比起3月高位嘅時候大幅回落咗大約6%。唞咗一陣啦，部分發展商喺5月底嘅時候已經積極部署喺今個月賣樓㗎啦。率先就有由恒信控股發展嘅灣仔現樓 One Road Road，今日起招標12房，實用面積460尺嘅2房戶。緊接住嘅就係由恒地發展樓花期長大概16個月嘅紅磡 The Haddon， 最快喺今個禮拜6開賣。項目喺上個禮拜公佈咗首張價單，涉及92房，涵蓋1房至到3房戶型。扣除職工最高1成折舊優惠，折實平均尺價19280蚊，比起舊年7月開價同係嘅第3期項目 Baker Circle Greenwich 貴近1.9%，貼近住 Greenwich 啦。近期一手貨尾成交尺價大概18000至到21000蚊，入場費大概481萬。The Haddon 只有1座，合共提供453伙，最快喺聽日加推大概44伙㗎。發展商就話有一定嘅提價空間，而特色戶咧會考慮進行招標。究竟喺唔太起勁嘅樓市之下，樓盤有啲咩咁特別，令到發展商鋌而走險咁樣開出呢一口價呢？今個星期我哋都會有影片分析下嘅。除咗啱啱講嘅2個樓盤之外啦，今個月仲有6個嘅新盤部署推售㗎，其中由上海商業銀行附屬公司發展嘅堅尼地城吉直街吉捷已經上載咗樓書，亦都計劃最快喺聽日開價。項目樓花期只有大概5個月，屬於單堂項目，將會提供173房，開放式至到3房套年士多房單位。另外，早喺2年半前已經上載咗樓書，由信置同埋市建局合作嘅上環 One Central Place， 亦都有望喺6月開售。佢哋又會唔會貼市價開售？市場嘅承接力又係點樣呢？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睇翻過去週末嘅一手成交，喺冇大型銷售活動之下，就只係錄得大概26宗，係撤辣以嚟最差嘅週末。不過鐵路盤都繼續有承接啊！會德豐嘅日出康城12B 期 Park Seasons 星期日就連沽咗2房2房戶。另外都不乏大額成交，嘉里旗下筆架山豪宅盤題外，上個禮拜6成功招標賣出咗一間，就面積超過3700尺嘅分層大宅。單位屬於4房4套，另加雙工人房間隔，以1億9千萬年一個車位成交，折合尺價大概係5萬蚊。之前一手興旺都帶動到二手市場㗎。不過隨住撤辣之後嘅興奮程度逐漸減弱，加上新盤搶佔咗購買力，美國減息預期有降溫等等嘅因素影響之下，都拖慢咗二手交投步伐，要價量齊跌啊！過去週末主要代理所錄藍籌屋苑嘅成交就介乎5至到7宗，雖然個別發展但仍然維持住單位數。二手市場繼續淡靜，就算業主大幅劈價，亦都可能要選手離場。我哋都揾嚟3宗同大家睇睇㗎。藍籌屋苑太古城喺6月已經連錄2宗特色戶涉陽個案㗎啦，其中寶山角頂層一個連天台單位，實用面積598尺，屬於2房間隔，新近就以925萬成交，折合尺價15400幾蚊。原業主喺2022年以大概1250萬買入單位，今年2月嘅時候就以涉陽嘅1200萬放盤，期間下調去到近期叫價大概980萬，終於獲用家垂青，再議價55萬之後，以925萬易手，累積減價咗大概275萬。原業主持貨2年幾，今次轉手帳面要蝕大概325萬，單位大幅貶值咗6%。將軍澳日出康城 LP10 亦都有單位成交價，低放盤價近300萬，嚟自5座中層一個實用面積316尺嘅1房單位，向東望內園景。原業主早前以700萬叫價放盤，因應市況大減去到406萬易手，比起早前叫價大減294萬，折合尺價係大概12800幾蚊。據悉新買家將會自住㗎。原業主喺2018年以491萬一手買入單位，持貨近6年，帳面
要蝕大概85萬離場，單位貶值大概7%。另外，東涌星匯有4房戶一手業主亦都要大劈價，大概330萬之後，以貼近8年前嘅購入價沽出。咁市場消息就話，單位嚟自一座高層，實用面積1420尺。1年前開始放盤，當時叫價係大概2000萬，其後曾經減到去大概1880萬，最終累減超過6%，以大概1670萬易手，尺價係11700幾蚊。而業主喺大概2016年以大概1664萬買入單位，而家嘅造價係時光倒流翻去大概8年前一手買入時嘅水平。雖然帳面可以賺到大概6萬蚊，單位升值咗大概0.3%，但係計埋使費等等啦，就係屬於明賺暗蝕嘅個案。今集我哋先講到嚟呢一度，片尾會有各區嘅成交資訊，我哋下集再見。